直播赶海时，我为了救溺水孩童长眠于海中。再醒来，我从300万粉丝的赶海主播，变成被妻子扫地出门的绿帽男。沈海涛，既然你不同意我检讨两房，那你就滚，反正当初我们没领证。正好，老子也不想伺候你们这对狗男女了。恭喜宿主觉醒赶海系统，今日退潮后，请前往东边礁石区。这时候的白沙村还是一片荒凉的滩涂，我靠系统精准赶海，专抓最值钱的海货。沈海涛同志致富不忘本，给村里修路建码头，又圆满完成国家远洋捕捞这块渔家英杰的匾，今天必须挂在家门上。海涛哥为我全村的榜样。被周家那对狗男女赶出来，我也只能回原生父母留下的这间老屋了。得，米缸见底，耗子进来都得哭着出去。检测到宿主处于饥饿状态，请宿主立刻前往东边礁石区有极品海货等候收取。有系统在，老子还能饿死？哟，大家快瞧瞧，这不是沈海涛吗？被周家像条死狗一样撵出门，居然还有脸回咱们白沙村呢！一个没本事又没长相的赘婿，离了周家看他能蹦到几天？你们就给老子睁大狗眼看好了，等老子发了财，看你们怎么打自己的脸。就是这儿了。碰壁了，有大家伙！我的天，竟然是锦绣龙虾中的极品大花龙！上辈子我当大主播见过最大的锦绣龙虾也才3斤，这只少说也有5斤重，我竟然亲手挖到了极品大花龙！还有，给我出来！这品相，竟然是野生梅花参里最顶级的金参！这里海货也太逆天了。要是让村里这群红眼病看见，绝对会惹来大麻烦。我得快点找个农贸市场把这些给卖了。我的老天爷啊！大家快过来看啊！这么大的锦绣龙虾，还有这梅花参，这品相简直成精了！小伙子，大婶在这里卖了半辈子鱼，都没见过这等极品。你老实说，你这些宝贝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大婶，真没骗你，这就是今早去东边礁石区赶海捡的。这龙虾、花生你是大几百货，看每个才几千块，根本拿不下起来。让一让，让一让，我来看看。小伙子，这只龙虾品级奖项极好，我给你3000。梅花参15000，怎么样？太高了。好，成交。林老板真是爽快人。去，把大花龙和梅花参仔细装好。我是开滩酒楼的恒兴海鲜酒楼总经理林德芳。林总，幸会。以后要是还能弄到这种品相的好货，就直接送到酒楼来，有多少我要多少，价格绝对让你满意。成，有林总这句话，以后好货少不了您的。这一早上挣的钱，普通人10年都攒不下，这才是我沈海刀翻身的第一步。大头都存到了银行，留1000元买点日用品。这里东西也太多了吧？大米、面粉、菜油，还有那一套最好的新被褥，全要了。还有那只表和那个最新款的大哥大，通通给我包起来。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沈海涛，你被撵出去的时候明明身无分文，转头就买这么多贵重东西，你哪来的钱？你这不要脸的东西，走的时候是不是偷了我们周家的钱？你们周家穷的耗子进去都得叼着空爪子哭着出来，我能偷什么？偷你那条穿了3年都没洗的破裤头子吗？你胡说八道！好狗不挡路。系统提示，请宿主立刻前往滩潭西侧。1点钟赶海，统哥，你到底是系统还是周扒皮啊？上辈子当300万粉丝的主播都没这么卷过，这辈子还要半夜爬起来挖沙子，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系统提示，本次目标为意外惊喜，请宿主自行决定是否前往。惊喜目标，谁不去谁是250。在那儿。
统哥，你是不是耍我呢？我去！不行不行，这大半夜的在礁石滩上大呼小叫，要是被人看见，非得把我当成男鬼不可。这尺寸，这光泽度，放在后世的拍卖会上，随便一颗都得6位数开步吧。虽然我不懂1995年的珍珠市场，但天然南洋金珠在哪个年代都是硬通货。只要找对了买家，这3颗珠子足够我一辈子吃喝不愁了。统哥，以后每天凌晨3点叫我起床，我绝对没意见。系统提示已记录宿主偏好。哎，别，我开玩笑的，统哥，开玩笑的。警告：前方300米，海面方向发现生命之际与强光提示。怂哥，系统也要讲信用，这宝贝我都挖出来了，海里还能有什么？什么情况？系统出 bug 了？不对，是人落水了！快救我！别乱救我！别乱动！谢谢，谢谢你，小伙子。要不是你，我今天这条命就彻底交代在这海里了。海边风大，大姐，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先去我家暖和暖和。今天真是谢谢你，我叫霍念双，港城人，这次是广省这边做点小生意的。港城来的，那怎么大半夜掉海里了？今天本来是开着游艇出来夜钓，谁知道海面上突然起了大雾，我看不清航向，游艇不小心撞上了暗礁。看来我运气还不错，掉进海里，偏偏遇见了一个懂海的行家。大姐，我就是个赶海的。大恩不言谢，我在湛江港有一条渔船，我现在就让人开过来，明天直接过户到你的脚下。啥？现在你们港商报答救命之恩的方式都这么硬核的吗？怎么嫌少？不是，霍女士，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收下吧，我这条命可比一条渔船值钱多了。沈海涛，我说你被撵出去之后怎么越过越滋润，原来是在家里藏了野女人啊！哎呦，沈海涛，这女人年纪都能当你妈了吧？你为了钱可真是饥不择食，一点都不挑啊！海涛，这位是……我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不跟我领证还想肩挑两房让我当牛做马的前妻周佳美。沈海涛，你胡说！这位大姐，你可要擦亮眼睛，她在我们白沙村名声早就臭大街了，你可别被她骗了。霍董，车子已经备好了，请您上车。村长，这位是我们港城霍氏集团的董事长霍念双女士。沈海涛先生今晚救了霍董的命，我们霍董决定私人出资10万元，捐给贵村，用来修路建码头。天爷啊，10万块！海涛救了港城的大老板啊！周佳美刚才还说人家偷人，我看她是真疯了。你个不要脸的贱女人！海涛在外面做好事救人，你却着急忙慌跑来泼脏水，你们周家到底还要脸了？佳美，等等我！接下来的日子，我的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每天出门赶海，系统在脑子里叽叽喳喳地报着坐标。统哥，你就说我上辈子是不是拯救了龙宫，这辈子海鲜怎么都排着队往我怀里钻啊？请宿主不要过度美化自己。你就不能配合一下，让我嘚瑟个2分钟能死啊？走了，去找林德芳结账。海涛老弟，你现在简直快成我们酒楼的镇店之宝了。林总捧杀我了，运气好，刚好碰上了。拿着，这是今天的货款，以后只要有这种好货，有多少我要多少。沈海涛这半个月到底挣了多少见不得光的钱？你看他家都修成什么样了，天天往县城跑，不会是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勾当吧？我天天早出晚归，赶海赶得满手都是血泡和老茧。你们眼睛是用来喘气的吗？眼红我盖了好房子就直说，别跟个酸黄瓜似的在背后满嘴胡说八道。快看啊，船舷上有字儿！沈海涛先生，这是霍董履行诺言，特意让我给您送过来的渔船，手续已经全部办妥了。丁，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获取1艘专属渔船。作为奖励，系统已正式为您开启自主定位功能。自主定位开启后，宿主可自行选择每日赶海提示的目标区域，不再受限于系统随机调遣。怂哥，你以后就是我亲哥，这片大海，老子想往哪开就往哪开。
沈先生，您的那3颗南洋金珠我已经帮您出手了，买家是港城著名的珠宝公司，这是全部的成交，整整58万，请您过目。58万，这么多，霍姐那边抽成扣了吗？霍董特意交代过，他虽然是个生意人，但绝对不会抽救命恩人的提成。这笔钱一分不少，全部交到您手上。另外，霍董知道您刚拿了船，特意为您引荐了这位，这是沾江渔业协会韩远桥会长的名片，他会帮您安排最靠谱的船员。韩远桥，行，替我多谢霍董，这份情我沈海涛记下了。海涛啊，念双在电话里可没少夸你，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想要跑大船，手底下没2个镇得住场子的水手可不行。韩会长，我这海涛号刚下水，确实缺2个能同甘共死的兄弟。放心，既然是念双开口，我绝对给你挑最好的。老邱40多岁，退役海军，话少，但技术过硬，遇到风浪最沉稳。阿海20出头，打小就在渔船上泡大的，机灵得很。有他俩帮你，你这海涛号在湛江港就能横着走。多谢韩会长。哎呀，船长，这船也太亮了吧！这冷藏设备，这大马力发电机，咱湛江港都找不出几艘比这更好的。喜欢吧？以后这船就是咱们的家了。喜欢，太喜欢了！咱什么时候能出海大干一场啊？明天一早，开启我们的新征程。系统启动自主定位，系统提示：自主定位成功，目标海域为大石斑鱼和大黄鱼易聚集区。确定坐标。老邱、灭了烟，起航！阿海，起缆绳。好嘞，船长。得嘞，开工喽！系统提示：已到达目标海域。老邱，稳住船身。阿海，把探鱼器打开。船长，这怎么可能？咱们这探鱼器是不是坏了？我的妈呀，这要是真的，底下得有多少鱼啊！机器没坏，听我的，立刻下网。教婆吃力很大，有货！阿海过来帮忙拉网。来了！我的老天爷啊，这么多黄金鱼！船长，一共123条，总重将近300斤。按照现在的行情，光这1网大黄鱼就值小10万块钱啊！这才刚开始呢，趁着鱼群还没散，老邱再来1网。好。船长，绞盘拉不动了，这网里绝对有个不得了的大家伙。龙王爷显灵了！体长1.3米，重量142公斤，这是巨型龙肚。普通的20-30斤就顶天了，这东西简直是海里的无价之宝。老邱，看好这大家伙，别让他脱水。我给林德芳打电话。林总，我沈海涛，我刚在东南海域捞上来一条体长1.3米，重达142公斤的巨型野生龙队。体长1.3米，重达142公斤的巨型野生龙队。什么？142公斤的龙队？海涛老弟，你没跟我开玩笑吧？林德芳，千真万确，现在正准备返航。你现在立刻往湛江港开，1分钟都别耽误，我亲自带冷藏车去码头接你。这条鱼我们天生9沟一家吃不下，但我保证给你找个能出天价的超级买家。兄弟们，返航！前面的破船，立刻给我把船停下！老子在望远镜都看见了，你们捞到了绝顶的好货，识相的赶紧把鱼交出来！老子今天大发慈悲，留你们一条狗命！阿海，别停，全速转向，甩开他们！船长，看左后面，天塌了！海龙卷，老邱，把救生衣穿上，阿海抱住舵盘，千万别松手！海龙卷，快解开结构！船长，抓紧我进船舱！老天爷，给我稳住啊！阿海，用满舵，船头对准浪涌。老邱，盯住海龙卷位置，它移动方向变了，立刻喊我。明白。它往右偏了，正在朝咱们船尾方向移动。阿海，舵盘往左回半圈，老邱继续盯住，它再偏立刻喊我。船长，它在往咱们船尾方向偏，距离拉开了。活过来了，差点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最终成交价25万人民币，由小林先生拍得。海涛老弟，今天姐姐虽然没拍下，
但德兴酒楼的名头算是跟着你火遍战京了。走，今天中午德兴酒楼我做东，你想吃什么随便点。沈海涛同志，我代表湛江渔业协会正式邀请你加入协会，成为我们的骨干会员。韩会长，荣幸至极。团长，咱这都开了快4个小时了，天还没亮就跑这么远，海面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真能有鱼？阿海，把精神提起来，相信我，底下全是大家伙。系统提示：前方海域有大型蓝鳍金枪鱼群活动，建议立刻投放延绳钓。老邱、阿海，准备放延绳钓，快！好嘞，马上动手。上鱼了，船长，鱼线要断了，拽得太猛了。阿海，别松手，我来帮你。船长，你快看啊，98公斤，整整98公斤！我在湛江港混了这么多年，见过最大的金枪鱼也才60公斤，这简直是奇迹！先别忙着高兴，第2条又咬钩了，赶紧收线。船长，最大的一条130公斤，最下的也有90多公斤，这一趟咱们保底能卖150万以上啊！臭小子，你爹打10辈子鱼，也别想见着一条130公斤的蓝鳍金枪鱼。老邱，把船速慢下来。怎么了，船长？这地方水浅，底下全是不规则的暗礁。警告：正下方海域发现高价值橙色目标，请宿主立即查看。打开声呐，仔细扫描一遍。奇怪了，探测出来的形状四四方方的，倒像是一堆木头啊！木头，沉在海底的木头，沉船。老邱，下锚，我要下去看看。上辈子做科普视频讲过水下考古，这纹饰这釉色，绝对是南宋官窑出土的外销瓷。韩会长，我是沈海涛，我刚刚发现了重大情况，海底有一艘长满海藻的南宋木质沉船，里面有大量保存完好的青花官窑瓷器，我已经记录坐标，请立刻上报，全速返航。沈海涛同志是吧？我们接到10名举报，反映你涉嫌非法打捞、盗窃和贩卖国家海底文物，请你立刻配合我们调查。你的渔船暂时扣押，所有渔获和船上物品就地封存，等候处理。这位同志，我配合你们调查，但凡事得讲证据。这些蓝鳍金枪鱼是我们今天刚从公海打捞上来的，湛江港有我们清清楚楚的进出港记录，有没有盗窃文物，得跟我们回去调查了才知道。现在，请你们立刻离开渔船，配合封存。船你们可以按照程序扣，但是这一舱的渔获必须按流程立刻处理。几百斤野生蓝鳍金枪鱼一旦断了冷链，耽误哪怕半天，损失就是几十万。这个责任你们承担得起吗？这是海涛号的航海日志，还有湛江港边防菜所的进出港盖章记录，几点出港，几点下网，写得清清楚楚。你对一下。瞪什么瞪？我们干干净净打鱼，少拿贼名声往我们头上扣。有人实名举报我盗窃海底文物，现在执法队要把我的8条蓝金枪鱼就地封存。对方正准备强行扣船。哟，沈海涛这回是踢到铁板了吧？刚赚了2钱，居然敢去倒卖文物，可不是嘛？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下船和鱼都得被没收喽。哪个乌龟王打黑了心肝，敢实名举报我老弟？这些蓝鳍金鱼在太阳底下多晒一天就是几十万的损失，这笔钱你们谁来赔？你们赔得起吗？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我是嗨生海鲜酒楼的总经理林德芳，这批鱼是我的酒楼提前1个月预定的，定金、合同、卫生许可证、报备手续全部齐全。我们做正经生意的可以配合你们执法调查，但是程序必须合规，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拿扣货的权利当儿戏。我问你，如果鱼烂了，损失你来签单吗？林总，我们也是接到群众举报，职责所在。沈海涛同志，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我是研究文物的，根据你第一时间打来的电话和提供的精准坐标，我们的科考队刚才进行了初步勘测。那底下是一艘整整沉睡了800年的南宋远洋贸易沉船，船体货舱里存有大量极其珍贵的外销瓷器。沈海涛同志，你发现之后第一时间选择上报，没有私自挪动、勘探和打捞一件文物，你这是对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天爷呀，海涛发现的是古代皇帝的沉船！我就说海涛不是那样的人，到底是哪个生儿子没皮眼的缺德货写举报信？
眼红人家挣了大钱，心都黑透了吧？整个白沙村和湛江港知道我今天出海又对我恨之入骨的，除了那2个，还能有谁？同志，既然专家已经证实了我的清白，那我能不能问一句，举报信上的实名签署人是不是叫刘喜福，或者是周佳美？这个沈海涛同志，按照我们单位的相关规定，我们必须保护举报人的个人隐私，不能随便向外透露。行啊，你们要履行你们的规矩，保护你们的隐私，我不为难你们。喂，110吗？我是海涛号船长沈海涛，我要报警，有人恶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严重损害了我的名誉权，并给我造成巨大的数额惊人的潜在经济损失。对，我要求警方立案调查，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道。沈海涛同志，误会已经解除，海涛号解除扣押，祝你们生意兴隆。快，冷链车倒车过来，把这8条栏目镜给我保护好，直接发往岛国最大的水产拍卖市场，今晚就走空运。起掉，慢点起，别蹭破了皮儿。海涛，这是你应得的荣誉和奖励。村长，这笔钱我1分不留，您拿去把咱们白沙村通往海滩的那个烂泥码头彻底修一修，只有修好了码头，乡亲们打上来的鱼才能卖上好价钱。海涛，你真是个好孩子啊！白沙村有你，是全村的福气。海涛大气，海涛才是咱们白沙村的纯爷们儿。沈海涛，凭什么？你明明是个被撵出来的烂泥，凭什么现在所有人都围着你转？凭什么你能发大财当英雄？别动，是吧？你涉嫌恶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严重诽谤他人，跟我们回派出所走一趟吧。民警同志，我是冤枉的呀，我就是随口说2句，我没有诽谤啊。老实点儿，实名举报信上是你按的手印，已经构成诽谤罪和诬告陷害罪。有什么话回派出所留着跟法官说吧。活该！这黑心干的玩意儿，天天算计海涛，这回可把自己送进大牢了。海涛，我求求你帮我洗财哥吧，我给你跪下了，你跟派出所说一声，撤销报警吧。放过他，周佳美，刘喜才去写黑信诬告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放我一马？我们错了，真的知道错了，只要你肯放过他，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别在这演戏了，看着恶心。有在这哭天喊天的功夫，还是赶紧回去借钱，给你的宝贝姐夫请个好点的律师吧。恶人自有天收，真是痛快。恭喜宿主触发奇遇任务，成功救治并放生一只国家珍稀海洋生物。任务奖励极品珍珠贝识别技能开启后，宿主靠近价值1万以上的天然珍贝时，将产生特殊感应。极品珍珠贝。船长，出大事了，你快来一趟码头。老邱，别慌，慢慢说，怎么了？阿海刚才在浅海收网，捞上来一个特别大的家伙，看样子像海龟，但是他身上缠了好多废弃渔网和塑料垃圾，勒得很深，我们根本不敢乱动啊！你快来看看吧。老邱，等我，别乱动他，我马上到。船长，你可算来了，快来看看，这大家伙实在是太遭罪了，一直在叫唤呢。这是叫毛，国家1级保护动物，难怪你们不敢动。这要是伤了它，可就犯大错了啊！一级保护动物，那怎么办啊，船长？老邱，去拿块干净的湿毛巾盖在它眼睛上。阿海，去提一桶干净的海水过来给它降温。我联系湛江海洋动物救助站。还好发现的及时，沈船长，再晚送来几天，这只前鳍就彻底保不住了。那太好了，医生，现在能放生了吗？不行，这只叫猫的伤口感染太严重了，海里病菌多，必须找个安静、水质极其干净的地方静养观察一段时间，等伤口彻底结痂才能放生。可是我们港里那个临时救助池现在水质太差，环境也太嘈杂了，不利于它恢复。两位专家，如果你们不嫌弃，可以把这钓毛放我家去养。你们瞧，我家后院这片海湾跟外海相通，水是活水，不仅清澈，而且后面就是礁石山，平时根本没外人来，安静得很。我每天按照你们留下的方法喂药招看，等它的伤口彻底长好了，直接从这里把它推进深海，也方便得很，对吧？沈船长，你这地方简直是这只礁魔的5星级 VIP 海景病房。行，那咱们就这么办。行了，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老邱、阿海，给你们放半天假，回去好好歇着，明天咱们再出海。船长，吃吧吃吧，多吃点好的快。我说你这大家伙，以后在海里长点心，别看见什么都往嘴里叼。那些漂浮的塑料袋，它不是水母，看见了记得躲得远远的，明白吗？行，以后你就是我沈海涛的大爷了。哎呦，你们听说了吗？那沈海涛怕是嫌自己手里的臭钱多得烧得慌，居然在家里养了个不中用的大海龟。可不是嘛，那海龟能有什么用？它还能给你沈海涛下出金蛋来啊！依我看啊，他就是当了几天船长，闲得骨头痒，存心搁这显摆折腾呢。沈船长，奇迹呀！在你这儿养了1周，这掉帽的伤口愈合的比我们救助站还要好，精神头十足。我宣布，今天就可以正式放生了。船长，这龟大爷能回家了，咱这半个月的鱼虾真没白喂。这大家伙天天在水里直扑腾，早想回深海了。养了这么久，买鱼买虾伺候着，结果说放生就放生了，这沈海涛真是钱多烧得慌。可不是嘛，到头来连口王八汤都没喝上，白忙活一场，傻不愣登的。去吧，回家吧，以后在海里长点眼睛，别再被垃圾缠住了。祝你以后平平安安的。丁，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奇遇任务，救治并放生珍稀海洋生物。恭喜宿主获得极品珍珠贝识别技能。极品珍珠贝识别技能。船长，你站在海里傻乐什么呢？是不是龟大爷给你留了什么暗号啊？哈哈，阿海，你不懂，这奖励比自主定位还要爽100倍。以后在海里找珍珠，老子直接靠第6感就能点石成金了。船长，别乐了，韩会长的电话急得很，响了好几遍了。喂，韩会长，我刚在海边放生礁母呢，您这急匆匆的，有什么关照？海涛啊，大喜事儿！我这刚从省里开会回来，第一时间就给你打电话了。哦，什么大喜事儿能让您韩会长这么激动？国家刚刚和南太平洋的几个岛国谈妥了远洋渔业合作，专门划出了一片专属经济捕捞区。咱们协会手里拿到了2个极其珍贵的捕捞名额，我第一个就向省里推荐了你和你的海涛号。怎么样，沈船长，有没有兴趣去公海闯一闯？去，当然去。韩会长，250才不去呢，我这海涛号就是为了深海而生的。哈哈，我就知道你沈海涛有这胆量。听着，这次可不是你单打独斗，省里安排了咱们和另外2家实力雄厚的跨国大公司组成联合远洋船队。联合船队，那总负责人是谁？联合船队的总负责人兼总指挥是霍董的亲侄女，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海洋生物学博士霍云芳女士。她现在可是霍氏集团的少东家，而且她可是在名单上点名要跟你这位三江港的传奇船长搭档的。海涛，来，我给你引荐，这位就是咱们这次联合船队的总指挥霍云芳博士。云芳，这就是我天天跟你念叨的海涛号的船长沈海涛。沈船长，久仰大名，你在海里救了我2婶霍念双的命，我们霍家一直想找机会登门当面致谢，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霍博士客气了，举手之劳，换了谁在海里看到有人溺水，都会捞一把的。恩情是一回事，老实说，我这次自作主张邀请海涛号加入，还有一点我个人的私心，那就是我对沈船长你的业务能力非常好奇。我就是个风里来雨里去的粗人，有什么好让大博士好奇的？我研究过你上个月在湛江港所有的捕捞记录和进出港数据，在同样的近海海域，其他老船长的空网率高达40%，而你沈船长的海涛号高价值鱼类的捕获率竟然是不可思议的100%。要不是今天见到了沈船长本人，按照我的科研逻辑，我都要怀疑你的船上是不是装了什么连我们都没有的超越时代的秘密深海探测系统。靠，这洋墨水真不是白喝的，这女人的眼睛也太毒了吧，一眼就看出老子有挂了。霍博士，你想多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秘密系统啊？如果非要解释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男人的第6感吧。不瞒你说，海里那些鱼在想什么，我好像总能提前猜到那么一点点。男人的第6感，有意思。那我倒要在接下来的大洋深处好好见识见识沈船长的这种科学无法解释的直觉了。没问题，霍博士，保证不会让你失望。出发！
船长，刚才看你跟那位高冷的霍博士聊得挺热乎啊。去，臭小子少编排，人家那叫科研人员的严谨。船长，这除了湛江，可就是真正的深蓝了。刚才霍博士那眼神可是一直往咱们雷达和冷藏矿上瞟，你可得留个心眼。老邱，放心吧，到了海上能打上鱼来才是硬道理。哎，这都出来3天了，天天测温测盐度，结果各船捞上来的都是些杂鱼，可不是嘛？这产量离报网差得太远了，连油钱都不够折腾的。各位船长，按照强流、水温和我们带回来的指证分析，这里绝对该有大群的中上层鱼类。可为什么咱们这几次下网收获都如此平庸？霍博士，大洋上的事儿哪有绝对的？海风一吹，洋流一变，鱼群说散就散了。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在这里也不好使啊。是啊，这地方太邪门了，探鱼器明明有反应，一网下去却全是空。西哥，关键时刻别掉链子，给个提示呗。这附近哪有好东西？丁，自主定位功能已开启，检测到东北方向约10海里处有一处小型海底峡谷，疑似有大目金鱼群高度聚集。霍博士，各位老船长，既然大部队在这儿捞不到，我海涛号想申请单独离队1天，去这儿试试。胡闹！沈船长，你到底懂不懂打鱼？那地方水流湍急，底下全是乱石和海底峡谷，根本不是作业的好地方。你嫌船不够烂吗？海涛啊，你跑近海有运气，这可是远洋，去那儿下网纯粹是白扔油钱。沈船长，去那儿你有几成把握？老实说，在科学上1成把握都没有，但是我的第6感告诉我，那儿有咱们想要的所有大家伙。第6感，沈船长，打鱼靠的是几10年的经验和科学仪器，真是天大的笑话。要是靠第6感就能打到鱼，咱们干脆去庙里拜神算了。霍总指挥，您千万别听他胡闹，那个区域的洋流极不稳定，科考船过去都有搁浅的风险，怎么能拿大家的生命安全去赌？我批准你的离队申议，只是我和我的科考队也要登上海涛号，跟你们一起去。我对沈船长你的第6感非常感兴趣。霍博士，您疯了！霍总，这太冒险了，万一出事……就这样决定了，你同意吗？欢迎欢迎。不过霍博士，上了我的船，可就一切得听我指挥了。那是自然。这屏幕上连个鱼鳞都看不到，咱们霍博士真是被那家伙灌了迷魂汤了。就是，还第6感。我看等会儿一网下去捞上来一堆石头，看他怎么收场。这片海面颜色深，老邱，就是这儿，减速，准备放延绳钓。阿海，动作快点！拜船长。那片海水变深，明明是因为天上的云层遮挡了阳光造成的物理现象，这哪里像是有大鱼群的样子？上鱼了，船长，大货，超级大货啊！这怎么可能？这鱼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船长，这边也动了，力道大的邪乎，绞盘要拉不住了。我这根也动了，水底下全是大家伙，天爷啊，全中，都上鱼了！兄弟们，给我收线，把这群大家伙全给老子拉上来！船长，鱼太多了，力道太猛，绞盘快烧了，全部上阵收线！老邱顶住，阿海，快过来拉这根，别让他脱钩了！来嘞！哎呀妈呀，这大家伙力气太冲了！霍博士，你干什么？危险！快退后！少废话，拉！1、2、起！疯了，真是疯了！这产量，这密度，这根本不符合海洋动力学和洋流分布理论啊！沈船长，别看了，再看我脸上也长不出金枪鱼。那什么，喝口水，辛苦了。不得不承认，沈船长，你这所谓的第6感，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精确的科学。嘿嘿，霍大博士，那你现在信了？信了，所以我想跟你谈个深度的合作。合作？说来听听。沈船长，你这艘海涛号虽然性能不错，但冷藏能力和续航极限都太有限了。今天这种爆网的丰收，如果我们在大洋深处再来一次，你的冷藏舱根本装不下，到时候你只能眼睁睁看着昂贵的高价值鱼烂在甲板上，或者被迫提前返航，浪费大量的燃油和时间。霍博士说的没错，这确实是小船的硬伤。所以呢？所以我提议资源共享，你们海涛号捕捞到的所有渔获，直接由我们霍氏集团的1000吨级远洋运输船远望号在海上进行直接接收和深加工冷冻，省去你来回奔波码头的时间。邱叔，听见没？
霍氏的远洋运输船直接在海上接货，这等于咱们不用跑腿躺着收钱啊！先别急，看船长怎么说。不仅如此，我相信你的直觉。我建议远望号和海涛号组成海上黄金小队，在接下来的行程里，你沈海涛只负责找鱼，后续的围捕、冷冻运输和销售渠道全部由我霍云化来负责。我们强强联合，怎么样？霍博士，这提议听起来确实诱人。不过亲兄弟明算账，这具体的利益分成，咱们该怎么算啊？海涛号送来的鱼货，霍氏集团一律按照当天的国际市场价直接上浮5%全收。而且在合作期间，如果凭借你的第六感发现了新的高价值渔场，霍氏集团会另外支付你一笔丰厚的信息咨询费，并且给你该渔场首季产出的纯利润分红。我霍云芳做生意向来不会亏待自己的拍档。这条件简直是厚道的过分了。敞亮，霍博士做事果然大气，成交，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沈船长。接下来就看你的直觉了。远望号注意，沈船长给信号了，左舷30度，全速前进，准备合围。沈船长，这都第几次了？一网一网的往里钓，我们眼睛都看直了。你老实交代，你肯定跟海里的龙老爷是亲戚吧？哪有那么神？少搞迷信，有这闲工夫啊，以后在海上多拜拜妈祖就行了。沈海涛，我读了10几年的书，拿了海洋生物学的博士，我学到的所有专业理论都告诉我，海洋渔业是一个充满着未知与极度不确定性的领域。那现在呢？但是遇见你之后，你用那不可思议的第六感，把我之前10几年建立的所有认知全部打得粉碎。那大博士在下一次写论文的时候，把沈海涛这个最大变量加进去。行，少不了你的。大家快来看啊！这排在第1、第2的都是上千吨的远洋巨轮，这第三名居然是沈海涛的海涛号。海涛号那几艘几百吨、上千吨的钢船全部甩在后了，10米小船干翻了1000吨巨轮，这哪是打鱼啊？这简直是去海里捞金子去了！以后得叫人家传奇船长了，真给咱们战金港长脸。看见没有？那就是沈海涛，海涛号。当初在协会里，可是我韩远强第一个力排众议推荐他的，我就是他的伯乐。韩会长，我们船长今晚在县城最好的德兴酒楼摆了10几桌庆功宴，特意让我来请您过去主持大局呢。好你个臭小子，连我都编排上了。成，海涛的庆功宴，我就是推了今晚的会，也必须到场。听见没？德兴酒楼摆了10几桌，这沈海涛现在是真的发了大财了，连韩会长都请得动。以前瞧不起他的人，这回肠子都要悔青喽。走，阿海带路，今晚咱们不醉不归。海涛兄弟，不，沈船长，你这回可真是给咱们湛光港长脸了。透露一下呗，你到底是怎么在暗礁区精准定位那群大金枪鱼的？各位老哥抬爱了，我能有什么秘诀啊？这回啊，全靠霍博士在旗舰上的科学分析和指挥，我就是个听话跑腿的。各位船长，沈船长太谦虚了，我那些数据只是锦上添花。如果不是沈船长本人懂海、胆子大，我们科考队在南太平洋可拿不到这么好的成绩。你们两个就别互相谦虚了，一个是咱们湛江港的传奇船长，一个是留洋回来的顶尖科学家，你们俩啊，那叫珠联璧合，强强联手。来，我敬你们一杯。韩会长，多谢您当初的信任和推荐，不然海涛号也没这个机会。我敬你。行了，你们年轻人聊，我去那边和老朋友们喝几杯。霍博士，时间也挺晚了，从这儿开车回市区得2个小时。你要是不嫌弃，今晚就在我们白沙村的老屋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再走。不必了，不过如果沈车长需要，我可以送你回去。沈海涛，你这栋房子真的很漂亮，虽然在村子里，但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很温馨，有一种让人特别安心的家的感觉。那当然，这楼上楼下，包括后院的小海湾，可都是我自己亲手设计，一点一点盯着白沙村最棒的水泥匠布置好的。怎么样，霍大博士，我这审美还算在线吧？嘴贫，不过确实很有格调，比城里那些千篇一律的商产书要好得多。诺，这是送给你的庆功礼物，不值什么钱，是我在远洋航行休息的时候自己亲手做的一点小玩意儿，希望你能喜欢。这太贵重了吧？这些珍珠
是你一颗一颗磨出来的？在海上科考无聊的时候，用打磨机消磨时间罢了。极品南洋金珠我送不起，这种淡水粉珠配你刚刚好。谢谢霍云芳，我很喜欢，这辈子都会带着。喜欢就好，早点休息，沈船长。期待我们的下一次合作。哎，这心怎么跳得跟擂鼓似的？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心率异常，试问宿主是否需要启动健康监测功能，排查心脑血管疾病。闭嘴！你个单身童懂什么？这叫心动，懂不懂什么叫人类的高级情感？老子健康的很。系统数据库未全锁到该情感的逻辑频环，建议宿主尽快入睡，保持体力。白沙村的乡亲们，盛海涛同志自己致富，还不忘咱们乡亲自己掏腰包给村里修路、建大码头。海涛哥好样的！海涛同志又圆满完成了国家的南太平洋远洋捕捞任务，在全湛江港拿了前3名，为咱们白沙村的光。村委会政铁一致决定，这块渔家英杰的匾今天必须挂在海涛家大门上。村长，您这也太夸张了吧！我就是顺手做了点事儿，哪用得着送匾啊？不夸张，一点都不夸张。海涛啊，你现在可是咱们白沙村飞出去的金凤凰，咱们村百10年来就出了你这么一个有大能耐的，大家都念着你的好呢。哎呦喂，这排场可真够大的！沈海涛，你跟什么女博士在海上孤男寡女待了几个月，这脏钱赚的也不嫌丢人。刘喜凡，你那张满嘴喷粪的破嘴是不是又皮痒了？想去所里多喝几天茶，啃几天窝饭头是不是？我哪有胡说，本来就是孤男寡女。呸！你个黑心烂肺的脏玩意儿！人家海涛是为了国家立功，跟大科学家合作去远洋给咱白沙村长脸，还给村里捐了10万块修路修码头，你干了啥？说得对，海涛是造福全村，你刘喜才就是个祸害。你天天除了在村里偷鸡摸狗，把人家周家搅得鸡犬不宁。老娘今天就替你死去的姐姐抽死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滚出去，少在这恶心人！就是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赶紧滚！滚！多谢婶子替我说话。行了，大家搭把手，把牌匾给海涛挂上，挂得高高的。海涛啊，云芳都跟我说了，这次远洋港捕捞，你和海涛号可是立了大功啊！喂，霍大姐，恭喜你！现在你这名头在整个湛江港和省里都是响当当的了。霍大姐，您就别捧杀我了，主要还是云芳博士指挥的好，我就是出了把子力气。对了，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关照？我就是想问问你，这远洋也回来了，名声也到手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没有？我准备把我后院那片小海湾给利用起来，搞一个小型海水养殖场。哦，海水养殖？对。咱们不能老是依照着出海去捞，海里的资源再多，也经起咱们一代代人这么无休止的掏空，总得给龙王爷留点家底。我打算人工养殖一些高档海参、鲍鱼和极品贝类，把产业链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好，有魄力，有远见，海涛，我没看错你。资金上如果有任何困难，尽管跟我开口，我全力支持你。多谢霍大姐，不过这次远洋分红不少，我自己能搞定。那好。下周港城有个1年1度的国际海产品博览会，我希望你能腾时间亲自来一趟港城，我让人给你送邀请函。港城海博会？对，这是一个真正结识国际顶尖人脉、彻底打开国际高端海产销路的大好机会。到时候我让云芳全程陪着你，她对港城那边的人和市场最熟悉，对你绝对有帮助。好，那咱们港城见。船长，海湾底下的淤泥和垃圾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这里的潮汐活水循环的特别好，这里绝对适合养海参和鲍鱼。船长，这是我联系到的一位养殖研究院的退休研究员，人家说只要咱们的苗种一到，他随时可以提供技术指导。好，万事俱备，大伙儿之前都辛苦了，今天咱们给自己放个假，走去县城咱们的养殖事业部正式成立。吃火锅喽！船长万岁！喂，服务员，带着3位打鱼的去风口那桌坐。服务员，把你们这儿最贵、最好的海鲜，通通给小爷上一遍。小伙子，话可别说太满，
我们店里用的可都是全县城最顶级的高档海鲜，随便一盘都得抵得上你们出海打鱼半个月的工钱。我劝你们还是量力而行，免得到时候付不起账，大家都难看。你瞧不起谁呢？小爷，我有的是钱。阿海，坐下。顶级东星斑巨型龙盾鱼片，极品野生金参。成，老板，去把你们店里的总经理或者能说得上话的经理给我叫过来，就说我有笔大生意要跟你们谈。叫经理？怎么嫌我说话直，想找经理投诉啊？我告诉你，我就是这儿的合伙人。吵什么吵？出什么事了？经理，你来的正好，这3个臭打鱼的还大言不惭有点贵的海鲜，现在还要找你投诉我。哎呀呀，沈船长，真是不好意思，我这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是您大驾光临呐。你叫他什么？沈船长？你闭嘴，整天狗眼看人低。我告诉你，想死别拉上店里。这位就是海涛号的沈海涛船长。沈船长，我们店里现在卖的最火最贵的所有高档东星珍和大龙怪，可全都是从德兴酒楼林德芳林总那里由您沈船长亲手捕捞供应过来的啊。林总之前还特意交代过我们，只要是沈船长来，必须用最高规格招待。沈船长，对不起，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今天这顿饭算我的，不，以后您来通通全免。做生意眼睛放亮点，别总靠衣服认人，把你们店里最好的菜上齐，该多少钱我沈海盗1分都不会少你的。是，我这就去亲自给您传菜。海参、鲍鱼。白沙村的第一片金山银海，就今晚正式开始。船长，咱们这水质和温度好的不得了啊！丁，养殖环境评估完成，水质、温度、微生物含量均符合顶级养殖标准。只要宿主按时投喂，定期换水，海参苗与鲍鱼苗将进入稳定高速生长期。老邱、阿海，大功告成！只要咱们按时喂料换水，这批苗子保准长得好。太棒了！我现在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密密麻手臂粗的黑海参和极品大鲍鱼。等会长成了，咱们天天蹲在这后院数钱，非得数到手筋不可。阿海整天就知道数钱。不过海涛有了这个养殖场，咱们海涛号以后就算遇上休渔期，也有源源不断的顶级货源了。这买卖踏实。老邱说的对，以前出海捞那是看天吃饭，现在搞养殖才是咱们把产业链握在自己手里的开始。走，忙活一天了，赶紧回屋睡觉。警告！警告！检测到后院养殖池出现异常目标入侵，正在发生盗窃行为，请宿主立刻前往处理。沈海涛这傻帽，这么大的海参，拿2个回去下酒，正好他养这么多，少2个能知道个。你偷我们的海参鲍鱼，今天小爷不打断你的狗腿，我就不叫阿海。大人，你动一个试试。什么偷不偷的，说的那么难听。你腰里兜着的是什么？这海参池本来就和后面的大海连着，海水涨潮退潮，里面的东西那都是大海里的。我拿的是大海里的东西，这叫赶海。这网是我们拉的，苗是我们买的，你睁眼说瞎话。你不就是最近赶海运气好了一点，发了点横财吗？还真把自己当大老板土皇帝了。阿海，别跟他废话，去村里敲锣，咱们让全村人一起来评评这个理。得嘞，我这就去。乡亲们，大家来评评理呀！沈海涛欺负人了。这海参鲍鱼本来就是老天爷生在海里的，赶海谁不会啊？就是啊，这海湾本来就是村里的工地，怎么他围起来就成他一家的了？听见没有？海里的东西又不是你沈海涛家开的，简直是霸道不讲理！胡说！不管是不是公家的地，那就是他的东西。沈先生，您家怎么这么晚还这么多人？秘书同志，您怎么大半夜的亲自跑我们这里来了？沈船长，真是不好意思，深夜打扰。这是霍董特意让我送过来的港城国际水产品博览会的贵宾特邀函。辛苦你跑一趟了。港城国际海产品博览会特邀贵宾传奇船长沈海涛先生入场函，霍氏集团董事长霍念双亲自邀请沈船长赴港，洽谈首批价值数百万的极品海水养殖海参合作项目。
沈船长，海涛哥，我错了，真的鬼迷了心窍啊！我不该眼红，这海参是您养的，这都是您的私产啊！求您别报警，求您放我一马吧！你这个烂泥扶上墙的畜生，丢人现眼的东西，整个白沙村的脸，今天全被你这个下三滥玩意儿给丢尽了！乡亲们，你们都给老子睁大眼睛看着，人家海涛刚从南太平洋九死一生回来，还没来得及歇一口气，就眼巴巴的想着拉扯咱们村一把。他辛辛苦苦搞这海水养殖，现在连1分钱都没赚到呢，你就急不可耐的跑来偷东西，他就是太不是个东西了。海涛在外面代表的可是咱们整个白沙村的脸面，没错，海涛是去港城跟大老板谈几百万生意的贵人，你这个下三滥居然在背地里专门给人拖后腿，真是不要脸！我呸！海涛哥，我错了，村长，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对不起，沈船长，我不是人，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这回吧。让您见笑了。我的个老天爷呀！你这身行头，简直比电视里的港城大明星还要帅啊！精神，不愧是咱们海涛号的船长，就该有这个派头。行了，你俩在家看好咱们的养殖池，等老子从港城回来，请你们吃比火锅更贵的顶级大餐。好嘞，船长一路顺风。沈船长今天这一身衣服，要是让码头上那些老船长看见，非得以为你是去港城继承家产的少爷。那必须的，今天可是跟着咱们霍大博士进城，我代表的可是咱们联合船队的脸面，怎么着也不能给霍博士丢脸不是？就你嘴甜，坐好了，咱们出发。那个是霍氏集团的少东家霍博士吧？他旁边那个男的是谁？生面孔啊，气质倒是不凡，不知道。看那身板像个练家子，气场挺强。沈先生，哦，我的上帝，我终于见到您本人了！我在港城这2天，到处都在传颂您和海涛捕获那只巨型大花龙和黄金海参的故事，那简直就是深海里诞生出的艺术品。我是艾米丽·杜布瓦，巴黎米其林3星餐厅的行政主厨。我们餐厅目前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顶级的海产供应商，而您捕捞的极品锦绣龙虾和黄金海参，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终极食材。沈船长，只要你能保证品质，价格绝对不是问题。我们需要的是长期稳定且独一无二的品质。杜布瓦主厨，很高兴能在这里认识您。您大可放心，您刚才提到的独一无二的品质，恰恰是我沈海涛这辈子唯一能够对我的合作伙伴100%保证的东西。沈船长，您的自信太迷人了，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下周我的采购团队会亲自去您的码头验货。随时恭候。海涛，干得漂亮！这位艾米丽主厨在巴黎餐饮界很有影响力，拿下她，你在欧洲的高端市场就算打开了半扇门。我今天能这么顺利，全靠了你这位霍大博士在旁边当我的活名片嘛。能为沈船长服务是我的荣幸。哟，云芳，我说大老远求着像你呢，这位浑身海腥味的是谁啊？林太太，林老板，这位是沈海涛先生，是我们霍氏集团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一位极其优秀的渔业企业家。海涛，这位是林氏海产的林美凤林太太，这位是林老板，他们是港城老牌的海鲜批发商。哎呦喂，什么渔业企业家啊，名头吹得可真够响亮的。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大陆来的小白脸啊，听说最近出了点风头，怎么着都开始混进我们港城的上流社交圈了。别动怒，对付这种把家产挂在脖子上的货色，我自己就可以解决。林老板，林氏海产在港城做了这么多年，去年的外卖出口额应该很不错吧？有90万美金吗？哼，我们林氏去年的出口总额整整有95万美金，你这个内地来的穷打鱼的，恐怕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外汇吧？哈哈哈哈哈！95万美金，真是不好意思啊，林老板，我的海涛号最近一次远洋捕捞，可就给国家生生赚回了上百万美金的外汇。我的天，一趟远洋就赚了上百万美金，这得是什么级别的捕捞率啊！你们林氏海产去年的出口额还比不上我的一条船，现在却跑过来对我冷嘲热讽，
你是让我去林氏当董事长，带你们脱贫富裕。林老板，我看沈船长这提议不错。你们林氏去年利润下滑的厉害，确实需要沈船长这样能赚100万美金外汇的奇才去给你们当董事长啊！你一个浑身海腥味，在大陆泥滩里摸爬滚打的臭打鱼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也就比你强那么一点点吧。云芳，站了这么久，我这肚子还真有点饿了。带我去尝尝刚才那位法国米其林3星厨师艾米丽做的招牌菜吧，好不好？好啊，早就给你安排好了。船长，你快瞧瞧这是啥？一大清早的，你小子捡到金子了，毛手毛脚的。金子哪有这玩意儿金贵啊？这可是霍氏集团的私人商务渠道，直接从港城大老远空运过来，正宗港式丝袜奶茶。海涛，昨天中午你还在给霍博士打电话，说港城海博会上的丝袜奶茶味道挺正，结果今天人家直接送到咱们村来了，这待遇。他也不嫌折腾，不就是一杯奶茶吗？不就是一杯奶茶吗？船长，这哪是奶茶呀？这分明是霍博士对你那满满的爱呀！滚蛋！赶紧拿一瓶去喝，堵住你那张破嘴。云芳，你今天怎么亲自过来了？这两位是？海涛，你的海水养殖场刚起步，这2位是省海洋研究所最顶尖的水质专家，我特意请他们过来给你帮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我不想看到我们霍氏集团未来的顶级供应商因为水质问题导致海参苗死光罢了。2位教授，麻烦你们了。霍小姐放心，我们这就开始测定。霍云芳，你说我的运气是不是好的有些太不真实了？几个月前，我还只是一个被周家扫地出门，在所有人被兔地莫嫌弃的绿帽赘婿，连锅里下一顿的米都没有。可现在一眨眼的功夫，我有船，有钱，有事业，身边还有你这样的大科学家帮忙。实话说，我现在每天晚上睡觉都不敢睡得太死，也不敢睡得太早。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一切都只是一场随时会醒过来的美梦。梦一醒，我还是那个人人瞧不起的窝囊废。这不是梦，沈海涛。我霍云芳这辈子见过很多成功的人，他们有的人靠着庞大的家族背景作威作福，有的人靠着投机倒把赚黑心钱。但你不一样，你在怒海狂涛里救过我二叔，你在风暴里用勇气保护了船员。你用善良帮白沙村所有人都望尘莫及的第6感，你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用命拼回来的，是你应得的。你沈海涛配得上这世上最好的一切。沈海涛，如果你觉得这是一场美梦，那我也要让你这个美梦心安理得的做一辈子。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无论你以后想去哪里，想做什么，想去开发多么危险神秘的深海，我霍云芳都会毫无保留的站在你的身边。我霍云芳以后就是沈海涛先生专的美梦守护者。警告！警告！前方300米，火区发现超价值橙色目标，请宿主立即前往。检测到宿主多巴胺分泌水平已经严重超出人类极限，心率异常飙升至每分钟160次，心脑血管极度危险，建议宿主立刻停止暧昧行为，稳定情绪，立刻前往目标区域查看。快闭嘴吧！你个单身桶！老子正在办终身大事呢，用得着你来检测多巴胺吗？沈大船长，你的那个男人的第6感又在这海湾里发现什么了不得的好宝物了？那个，不瞒你说，好像确实有点了不得的东西。那还等什么？走吧，让我也亲眼看看龙王爷这次又给我们这位传奇船长准备了什么样惊天动地的惊喜。走，看我给你捞个最大的龙王回来！被前妻赶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的笑话。可现在，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终究只能仰望我，而我和我的守护者，终将成为这片深蓝海域里唯一的、不可超越的传奇。